这个牛肉肠真的，我觉得非常好吃。服务员和老板都是台湾人。现在这种文具店也很少了，法式复古奶油风的感觉。口袋公园里面的一个咖啡店，乔家山还是图乔家寨，应该是非常非常热闹。孔祥熙旧居，我感觉这应该就是哪个大户人家的房子，看到了吧？这整个建筑都是深宅大院，在洋房的中间，菜海鲜面好像很人气的。我真的太喜欢看上海的这种一栋栋的小洋房了。现在是周六早上的10点半。今天的 City Walk， 我们首先从位于永嘉路上的这个 Omilis 开始。一进门，这些都是它的面包。平常这个门都是打开的，然后与户外连通。最近天气比较热，所以就是封闭的状态了。这边是 Omilis 的2层。点了一个帕尼尼，还有一个牛肉肠的经典，还有一个水果奇亚籽布丁碗，总共价格是254。这个是经典牛肉肠早午餐。这个牛肉肠真的，我觉得非常好吃。这个呢，就是他们的招牌帕尼尼，之前也吃过，我觉得也特别的好吃。刚刚吃过早午餐，现在终于有体力和能量来和大家一起 City Walk 了。现在小白在的这个路口是陕西南路和永嘉路的这个交叉口。1920年，上海法租界工董局修筑此路，以法国邮传公司职员西爱贤司命名为西爱贤司路。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上海法租界，改名永嘉路。可以看到这个转角呢，就连着好几家咖啡店。今天的天气还可以，说是有雷雨，但是我看现在是比较晴朗的，蓝天白云，温度大概的话是30多度。这个也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叫做咖啡商店，还是很隐秘的，叫做大小乐。在这个马路对面呢，有一个雨果咖啡，它是一个3层的花园洋房。永嘉路是上海64条永不拓宽的道路之一，沿途散落着的德、法、西班牙等各式花园洋房、石库门里弄、现代风格的老公寓，以及成排的新式弄堂洋房，由此构成了既有欧陆风情又有海派味道的独特风景线。这家门口这个布置的还是挺好看的，它摆了很多的这种盆景和绿植。这就是刚刚我们进去的那个洋房住宅里面。刚刚那个雨果咖啡呢，它其实也是 brunch 的。室内的装饰是那种田园复古风的。下次如果我们要吃的话，可以去那边再去品尝一下。右边的这种房子呢，就是永嘉公寓。永嘉公寓的马路对面就是向阳小学。今天的这个天气真的还是挺好的，天特别的蓝。大家可以看到对面这个 Omilis 就是刚刚小白在吃早午餐的地方，已经开始排队了。Omilis 对面还是一家花店。
上海很多的这种街区都有，类似于这种小的杂货店，而且卖一些进口的商品。突然间仔细看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店名，它应该是读欧米利斯还是读欧 miles？ 这家很可爱的店叫做 Hug， 它是吃希腊酸奶的，然后很多的这种小刺猬。现在这种文具店也很少了。这个就是永嘉路的这家文具店。在吃早午餐的那个旁边呢，也有一个假日酒店。如果大家住宿的话，可以在这边也可以住。然后这个早午餐的店呢，在静安嘉里中心也有，然后浦东的 T2 机场好像是也有的。现在旁边这边正在改造。大家看这个不动产管理，它主要是针对周边的一些洋房啊进行托管或者是租售。那么这种门头呢，带着防盗门的可能应该都是人家了，它还不是一个临街的商店。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建筑，它应该是一家餐厅，叫做 Gubi Gubi， 是非常的网红的一个打卡地。我们来走到这个建筑的斜对面，镜头一转，这样看还是很好看的，是这种法式复古奶油风的感觉。这个路口就是嘉善路和永嘉路的路口。嘉善路的这边呢，也有很多小店儿，喝啤酒的，然后还有吃东西的烘焙。在这个 Gubi Gubi 的对面还有一家咖啡店，它这个 logo 和这个墙融为一体了。如果不仔细看的话，都看不出来这是一家店铺。在这条路上看到了超级多的遛狗的人，然后还有很多人吃完早午餐之后呢，就去打网球了。这是一家吃贝果的专门店，这看到它的一些价位。对面这家店呢是一个咖啡和烘焙店。来这家咖啡店喝一杯咖啡，然后再继续。这是这家店的一个单人套餐，28元，一杯咖啡，然后还有一个小的甜点。这个小区叫做慎城里，旁边有写着年代是民国20年。这里面也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建筑。走进来之后呢，还有一个历史建筑的牌子，这是石库门里弄住宅，1930年竣工的，都是这种红色砖墙的。我发现最近原租界区域这些建筑都在大批量的进行修缮，
尤其是外立面。刚刚我喝咖啡的旁边这家店，也就是在慎城里这边，有一个叫做老夫走切咖啡，看着还不错。这一片都连着有几个不错的店铺哎，这个是一个吃馄饨啊，然后凉面盖饭的这种，看着也挺有人气的。在它旁边呢，又是一家咖啡店。这个叫 BPC， 在这个咖啡店门口的桌子上还摆着一张高3历史练习卷。相隔了大概10米左右，又是一家咖啡店。这个咖啡叫做哈娜咖啡。然后前面呢，这是一个理发店。这里呢，好像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开放空间，一个类似于小广场。这旁边有一个开放空间的地图。我们现在是在这边，这是一个口袋公园，这就是一个小的广场，然后边上还有一些关于历史的一些陈设吧。这个是宋庆龄故居的一个介绍。这个介绍是红英图书馆旧址，这个就是一些故居和旧址的路牌、门牌号。里面是一个宠物友好的一个口袋咖啡店。这个就是这个口袋公园里面的一个咖啡店。首届上海城市更新优秀实践案例。这个口袋公园呢，是一个算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然后每到下午的话，都会有很多人来这边遛狗。中间的话还有一个大的喷泉，所以这个公园呢，还有叫做狗袋公园。这间应该是一个小的酒吧，它叫做液化，液体的液，白天还没有营业。其实永嘉路的话，我也是因为有2家店铺才知道这条路的。一个就是之前来刚刚我们早上吃 brunch 的那个店，之前来吃过几次。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沿着永嘉路一直在往前走的话，有一个咖啡店，也是北京开过来的，然后也去打卡过几次，所以后来就经常来走这个永嘉路。我觉得这边也是非常好逛的。现在我们就走到了襄阳南路的这个交叉口。襄阳南路这家日料店好像很有名的，大家都在门口排队。这家店也是上海的老字号，创建于1909年。不过这个字应该是读乔家山还是读乔家栅？现在是中午午饭的时间，里面基本上都坐满了，而且很多都是一些老年人，看来还是很受欢迎的。现在这个夏天吃点凉面什么的。在这个小洋房呢，它是一家面包咖啡，叫做好天气，它是2个楼层的。面包咖啡店的旁边呢，又是一个 bar， 这边晚上应该是非常的热闹的，都是喝酒的地方。
这里面呢是一个私人住宅，然后门口还有一个停车位。对面有一个兰亭集，是吃本帮菜的。然后里面呢是一个花园餐厅，叫做 Red， 有咖啡，还有 gelato， 还有寿司什么的。好像之前没有发现过。哦，这里面法国舅舅家小酒馆，这个我好像之前有听说过，哎，还蛮隐秘的。哇，这个氛围不错，很赞的。我觉得这边晚上的话，然后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看到室内的话，现在里面也有很多人了。我还是蛮喜欢刚刚那种氛围的。啊，这里面也是，就是刚刚那个 Red。这个还是比较深的，离这个街道比较隐秘。那这里面就是了。啊，这个建筑上已经爬满了这个绿植了。看来又发现了几家不错的小店，然后以后看来小白可以拍一些美食的特辑了，介绍一些上海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好吃的餐饮店，比如西餐或者是日料。因为在上海的话，西餐和日料应该是比其他城市都要好吃一些的，我觉得。如果吃日料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去长宁那边。我最近在上海遛弯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比较不好的现象，还是想吐槽一下。因为之前的话是，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的，就是上海的这个交通。我以前在上海在遛弯的时候，基本上一周可能也就听到一次有人按喇叭。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半天就要听到一声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觉得现在可能按喇叭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很多其实都是那种网约车。因为我待过很多的城市，然后也旅游过很多地方，我觉得上海的这个交通呢，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的天花板了，真的毋庸置疑，我觉得。但是还是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那么前边呢，这个好像是一个南国艺术学院的旧址，它是建于1927年，是这种新式石库门的这种建筑。田汉呢曾经在这边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并居住于371号底楼。之前我们走富民路那块儿，然后有一个路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有一个坐着的翘着二郎腿的雕像，那个就是田汉，就是我们的作词人，国歌的作词人。这个是一家吃三文鱼的专门店，然后对面呢又有一个花店，然后还有一个咖啡店。看这个门头装饰就应该可以猜到了，这应该是一个日料店。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个孔祥熙夫妇曾经居住的地方，是独立花园式住宅，1924年竣工，英国乡村混合式风格。但是现在这里面呢是大门紧闭，我们透过这个铁门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牌子，就是写着永嘉路孔祥熙旧居。1976年，上海电影译制厂从万航渡路搬到了永嘉路，
从此，在这幢西式小楼里，进出着许多说外国中国话的著名配音演员，他们的华丽声音都是从这里登上银幕的。如今，译制片厂已从这里搬迁到新的地点，现在是上海市文化稽查总队的所在地。回过头一看呢，马路对面这个小房子上面开满了凌霄花。然后旁边这个黑白色的外立面的建筑，现在是一个空置的状态。这里面应该是一个居民区了。这里面就是一个小的院子，应该是老百姓所居住的地方。还好今天的温度不是很高，而且还有一点风，这样走走还是很舒服的。旁边这个呢，就是上海市第2初级中学。这个是一家喝咖啡，然后还有冰激凌，包括有红酒的一家店。还有这个 Gelato 意式冰激凌。我觉得这个最近的上海 Gelato 的店有点泛滥，莫名其妙有了这一股风。那么这一片非常有特色的洋房呢，这个就是荣世勋的旧址。我们看到前面应该也有一个牌子。荣志勋住宅是1936年竣工的英国乡村式花园住宅，就连外面这个围栏的这个墙的柱子，都和它整个建筑的风格是一致的。对面的这栋房子，这个院子看着非常好看，而且这个外立面很新的，不知道是不是私人的。而且它沿街的这个墙也是新刷的这种白色的涂料。永嘉路404号住宅，徐汇区文物保护点。我感觉这应该就是哪个大户人家的房子，因为地图上也没有显示是什么单位啊，或者是商店，而且这边还有一个车库。这个厉害了。那么我们到这个路口呢，就是太原路和永嘉路的路口了。这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不是网红建筑，但是它是叫做网绿建筑。那为什么叫网绿呢？我们现在回过头往上一看，看到了吧？这整个建筑都被这些绿植所包裹起来，穿上了这种绿色的衣服。这边就是太原路，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这个建筑，挺漂亮的。那对面呢，就是一个罗森，坐在这个窗边，喝杯咖啡，吃点东西，欣赏着对面的这个网绿建筑。在这个路口呢，这是一个小院子。走进来一看，它是一家理发店，叫做 ACE， 头发造型的。那对面呢，就是天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它下面用非常可爱的和彩色的字体写着“预防接种儿童保健门诊”。这个就是五原路幼儿园。其实，在上海 City Walk 的话，一定要慢下来。慢下来之后呢，就会发现很多的细节之处，包括有很多藏在巷子里边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
有品位的小店。那这个旁边是上海市口腔医院永嘉路的门诊部。我怎么随着我一边说话，然后我发现我的声音好像有一点变，因为最近说话嗓子有点哑，说话有些费力，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听出来。旁边这个就是一个托育园，就这样看这个小街道，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到前面还有一个弧线，有一个大的转弯。但是这条路我感觉旁边的这些店铺好像都关了很多。我真的太喜欢看上海的这种一栋栋的小洋房了。看看两个人骑个共享单车溜溜大街也是不错的选择。这边呢是天平街道的党群服务站，这里有一些公租房。这个是它的一个公寓入口，在它的这个公寓下面的底商呢，都有一些咖啡。其实公租房住在这里也是挺不错的哎。在右边这个很隐秘的这个地方，就是一家上海还不错的一个小朋友的照相馆。它有几家店，一个是永嘉路店，还有一个愚园路那边好像也有。它可以拍一些外景和它内景，就是这里面。这片住宅叫做思齐新村。那么这家咖啡店呢，就跟铁手是一样的，都是来自于北京的。之前我们和大家在北京 City Walk 的时候，应该是在杨梅竹斜街，也有一家这个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刚刚这家咖啡店的对面，现在外立面就是正在修缮。这栋建筑呢，也是一种历史建筑。它是宋子文故居，但是目前呢应该也不能参观的，而且它现在正在修缮这个外立面。在上海，只要外墙有这种篱笆的，都是深宅大院。看到了吗？这一圈全是外墙之外还围着一圈篱笆。而且这种地方还会一直停着警车，边上一圈有保安一直在巡逻，让我想起了北京那边的使馆区。这条路就是岳阳路。穿过岳阳路，我们继续往前走。我觉得我们国家应该真的好好治理一下这个电动车了，至少对它有一个规范吧。说着说着，我们就走到了永嘉庭，这里边也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小的园区，然后临街呢还有一些餐饮店，比如之前小白曾经去过的一个叫做楼亭泰。是一家吃泰餐的，这里面还有喝下午茶的、喝酒的，这个就是布朗什，在浦东香格里拉下边的那些底商也有一家这个店。那么这家店呢，就是小白曾经去过的，我还是非常推荐的一家吃台湾的料理的。而且里边的服务员和老板都是台湾人，非常友好。
但是这家吃台湾菜的还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晚上有的时候可能要排队。永嘉亭里面溜达一圈，又给大家找到一个吃饭、下午茶、喝酒的地方。如果对上海不熟悉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参考。而且可以看到啊，这边的人基本上遛弯的很少是游客。反正我在这条街上所遇到的，基本上都是骑着电动车的、骑着自行车的外国人，然后一看就是生活在附近的，再有就是一些当地人，都对这边熟门熟路了。这个右手边就是永嘉新村，它是原来的交通行职工宿舍，1947年建造的。也是花园的这种公寓里弄住宅。这一栋呢是建于1932年的法国式的花园住宅，著名的文学翻译家罗玉君曾经在这边居住过。这里边有一个吃欧玛卡塞的，还有 bistro。小白跟大家再上里面探访一下。那么这个呢，就是吃欧玛卡塞的，然后往里面走有一个叫做维塔花园餐厅，是一个 bistro。今天去的这个几家餐厅都是很深的、很隐蔽的。哇！就是在这里面。这个是女生每天下午5点以后，晚餐任意消费，可以获得一杯免费的酒精饮料。它类似于一种小花园的感觉，在洋房的中间。这里面也是一个住宅，然后看到里面有几个爷叔在，好像在打牌。在这个围墙后面呢，有好几幢的这种洋房、花园住宅。这里呢就是唐韵郁的旧居。那么唐韵郁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她其实是中国的现代油画家。她最早毕业于上海神州女子学校美术科西画专业，和潘玉良并称海上双玉，名列上海油画女四杰之一。对面这家菜菜海鲜面好像很人气的哎。现在已经1点多了，门口还在排队。前边呢，这条路就是乌鲁木齐南路了。乌鲁木齐路，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条路。这栋花园住宅是由乌达克设计的。对面这个树后面是一个 barber shop， 旁边是一个艺术的一个类似于家居店的感觉。那么 barber shop 呢，基本上就是男士理发馆。平常去剪油头的时候，都会去这个 barber shop。上海有很多这种街边的店。这个丁字路口左边就是安亭路。
再往前面走呢，应该就是到了衡山路了。这边也有衡山路地铁站。在对面呢，也有几家可以休息的、喝咖啡的地方。现在我们往回走一下，因为刚刚小白路过了一个开放的一个商业街区，不知道那个在永嘉路上这个是不是和衡山路的那个创意衡山是不是一起的？所以我们最后一站呢，就往回走，然后去那个园区里面逛一逛。这里就是衡山路的地铁1号口，就是在安亭路的这个丁字路口，这里进去。这边是叫做永平里692，那里面有一个精酿酒馆。这里面还有几家餐厅啊，我好像来过这里。这个是一家吃西班牙的一个餐厅，我记得。这里边是一家花店。旁边还有一个餐厅，然后那边2楼也有人正在吃饭。外围这边还有一些小酒馆。出来呢就是衡山路站1号线的4号口。天气有点越来越热了，大家可以听到这个蝉，这个叫声非常的响。不过我发现我这个嗓子好像有点问题，希望不会影响接下来为大家这个拍摄影片。好了，那今天我们永嘉路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如果来上海旅游的话，也不妨来这条小马路来走一走，吃个 brunch， 然后喝杯咖啡。因为毕竟和旁边的一些乌鲁木齐路啊，然后岳阳路、太原路这些都挨着，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多走一走。好了，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喽，拜拜。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这个铁手咖啡，在永嘉路上的。